女孩刚走进图书馆就被一个面容狰狞的同学叫住。还不等她搞清楚状况，身后的男生竟也诡异地问出了同一个问题。紧接着周围的同学全都围了上来，并不断重复地追问女孩。奥利威被吓得瞬间慌了神，下意识的就脱口而出 What secret does your best friend make you hide? Marky's constantly cheating on Lucas. 话音刚落，她就意识到不对劲，难道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幻觉？然而闺蜜的男友听后，当场就气愤地跟对方提出了分手。奥利威见状本想要解释清楚，却被闺蜜威胁要砸断她的手臂。回到宿舍后，她将此事告诉给了朋友们。起初众人全都难以置信，但随即收到的一条视频信息却让他们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视频中的男人也是他们的朋友，此时正站在台球桌上，宣称在和现场的一位美女玩大冒险。对方要求他当众展示自己的坤坤，不料台下女人的一句牙签火，却让他瞬间打起了退堂鼓。就在男人选择放弃时，下一秒脸上竟露出诡异的微笑，随即就发生了恐怖的一幕。奥利威被男人的惨状吓得不轻，但冷静过后，他瞬间意识到，这一切都源于几天前的一场游戏。当时他们一行人在度假派对中结识了一位名叫卡特的男人，在对方强烈推荐下，奥利威几人来到一个废弃的教堂，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殊不知却因此踏入了一条不归路。随着游戏的深入，画风也逐渐变得离谱起来。不仅奥利威暗恋闺蜜男友的事被戳破，甚至还有人被要求当众跳脱衣舞。而当轮到卡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真心话，并告诉众人自己是为了活命才欺骗他们加入这个游戏。说罢便迅速地起身离开。奥利威见状赶紧跟了上去，却从对方口中听到了更加匪夷所思的事情。 It sounds insane, but the game is real. Once you're asked, you're in. Okay,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you do, I'll find you. Okay, don't tell the truth, or you die. Do the dare, or you die. 起初众人都以为卡特在故弄玄虚，便没把他的话当一回事。即便此时奥利威说出自己的猜测，朋友们却仍然难以置信。就在她拼命解释时，闺蜜的男友卢卡斯赶了回来。奥利威先是为图书馆的事情道歉，接着再次解释是他们所玩的游戏在作祟，但对方却对他向自己隐瞒的事耿耿于怀，随即就转身离开了房间。当卢卡斯走在空旷的街上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呼喊自己的名字。起初他还不以为然，觉得是自己出现了幻听，可还没走几步，就看到墙上出现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的涂鸦，紧接着手臂又传来钻心的刺痛，他拉起衣袖，瞬间被吓得大惊失色。想起刚才奥利威的解释，卢卡斯立即给他打去电话。自己的这番亲身经历已经彻底验证了对方的说法。为了不落得球桌上那个朋友的下场，他在奥利威的提议下赶紧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可令对方意想不到的是，卢卡斯竟当场直接向他表白，坦言第一次见到奥利威时就爱上了他，并且还幻想每天起床能给他一个吻。奥利威听后虽有些诧异，但眼下更重要的是让其他人也相信此事，随即便叫卢卡斯返回宿舍。此时闺蜜也恰好回来，她立马拿出教堂拍的合照向对方解释，而卢卡斯也在一旁用亲身经历佐证。谁料闺蜜听后却更加愤怒，认为奥利威是不想为图书馆的事道歉，才编造了一个蹩脚的理由糊弄自己。说完便转身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她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内容竟然也是问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奥利威见状赶紧让闺蜜回答，可由于对方正在气头上，便随口拖出选择大冒险。没想到下一条信息竟是让她兑现图书馆的话，打断奥利威的手臂。然而闺蜜见状却仍不以为然，无法相信会有如此荒唐的要求。但奥利威却转身找出了锤子，递给对方，并不断催促她赶紧动手。眼看闺蜜迟迟下不去手，奥利威只得故意说出侮辱的话语刺激她。Don't tell me you're a fucking coward like your dad. 这疯狂的一幕令众人大惊失色，纷纷选择逃离了现场。最后只剩下卢卡斯和一个亚裔男将奥利威送去了医院。然而万万没想到，游戏竟又悄无声息地开始了。这次的目标轮到了亚裔男，他在医院的走廊上碰到了来此巡逻的父亲，可两人还没聊几句，对方就突然变脸问他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亚裔男不敢拒绝，便选择了真心话，随即将自己不喜欢女人的事如实说出，这才成功的过了这关。得知此事后，奥利威突然想起，按照之前的游戏顺序，接下来就该轮到西装男了。几人立刻马不停蹄的去找他。此时对方刚面试完出来，见其安然无恙，大伙纷纷松了一口气。不料下一秒西装男又被叫了回去，他刚走进房间，面试官就突然变脸，紧接着又将房门锁上，问出了那个经典的问题。然而西装男为了能通过面试，虽然选择真心话，但他的回答却撒了谎。随即可怕的事情就再次发生。 What are you doing? 同伴接二连三的死去，让所有人不得不相信奥利威的说法，而一旁的黑妹则是不停的灌酒，以此给自己壮胆。
因为只剩他还没有参与游戏。大伙见状纷纷安慰黑妹，只要选择真心话并如实回答就能成功过关。接着便将她送回了房间休息。为了破解这个谜局，众人开始在网上搜索游戏的相关信息。很快他们便找到一条监控视频，里面的女孩也有过类似的诡异行为。原本她正常的在买东西，可付款时却突然说出选择大冒险，随即便拿起货架上的燃油，将它全部洒在了一旁的女人身上，接着点燃火柴扔了过去，就这样把对方活活烧成了灰烬。看完这段录像，奥利威瞬间判断出这个女孩也在经历他们的遭遇，而通过查找女孩的社交平台，更是发现了一条重大线索。那个引诱他们去教堂的卡特竟是对方的同伴，于是众人赶紧给女孩发去私信，希望能和她见上一面，以此将游戏破解。就在这时，楼上休息的黑妹醒了过来，来到卫生间，刚准备洗把脸，一抬头竟发现镜中的自己突然变脸，并带着诡异的笑容，让她二选一。想起之前众人给的建议，黑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真心话。然而万万没想到，事情却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料。 Sorry. That's not how this game works. What the hell is that supposed to mean? 当大伙察觉到不对劲时，黑妹已经站在了屋顶上。她惊慌地向众人哭诉，说自己想选真心话，但却遭到了拒绝，随即便不得不开始了大冒险。只见她一边拿着烈酒吞咽，一边沿着屋檐向前行走。见此情形，卢卡斯立刻爬上屋顶，其他人则找来一张床垫，在楼下寸步不移地跟随黑妹。可很快他们就被一处铁门拦住了去路，而要命的是，不仅上面布满了尖刺，并且还被锁住了，怎么也打不开。就在众人手足无措时，奥利威驾驶汽车冲了过来，一脚油门径直将铁门撞倒。此时黑妹也喝完了最后一口酒，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放松，下一秒就直接昏厥栽了下去。She's not moving. 虽然黑妹有惊无险地过了关，但无法选择真心话的事却让奥利威疑惑不已。就在这时，他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是那个网上的女孩同意了约见。当众人赶到见面地点后，从对方口中不仅解开了心中的疑惑，还得到了一条生死攸关的线索。原来不久前，女孩也跟朋友度假时去了那个教堂，并在里面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而为了追求刺激，他们还定下了2次真心话后，下一个人必须选大冒险的规则。这也是为什么黑妹无法选择真心话的原因。至于离开后为什么游戏还在继续，他认为是自己一个叫萨姆的朋友破坏教堂招来的报应。听完这一切后，奥利威猜测女孩仍在游戏循环中，之所以事无巨细的坦白，就是因为他在执行真心话。不料对方却说他猜错了，因为自己选择的是大冒险。当确认眼前的人是奥利威后，女孩终于露出了其真实的意图。从女孩的举动不难看出，她的大冒险指令就是杀了奥利威，但因为黑妹的英勇挡枪，导致她没能完成游戏任务，下一秒就受到了残酷的惩罚。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众人全都吓得不知所措，无奈之下只能选择了报警。从警察口中得知，女孩有5个朋友已经陆续身亡，但却唯独没有卡特的信息。眼看线索即将中断，众人商量后突然意识到，那个教堂才是事情的关键。经过一番搜索后，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些线索。原来那个教堂曾发生过一场惨案，而唯一的幸存者恰好离他们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根据网上的信息，奥利威找到了那名修女的家，在说明来意后，对方答应了见面的请求，但近50年的沉默却让他失去了交流能力，只能通过写字告诉奥利威事情的真相。原来当年他们在教堂玩游戏的时候，一个修女无意间召唤出了一个叫加勒克斯的恶灵，从那时起这个游戏就被对方掌控了，导致教堂里的人都陆续丧命，直到后来他们举行了一个仪式，这才将加勒克斯成功封印。而这个仪式其实也非常简单，只需召唤者或释放者回到教堂念诵7遍咒语，再将祭品放进坛子密封就能完成。随后老太太将咒语写在纸上交给了2人，至于祭品则令他们瞠目结舌。 It was you who summoned the demon? 回到宿舍后，众人一致认为，只要找到打碎罐子的萨姆，就能结束这一切。就在这时，亚裔男的父亲找了过来，将他单独叫了出去谈话，询问是否还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亚裔男刚准备解释，父亲的对讲机里就突然传出一个声音 I dare you to steal his gun and make him beg for his life. 尽管有10000个不情愿，但亚裔男还是无奈的听话照做。趁2人拥抱的瞬间，他夺走了父亲的配枪，并逼迫对方跪地求饶。可处于长辈的身份，男人虽然双膝跪地，但却怎么也说不出求饶的话，只是一味的反问儿子何至于此。没成想下一秒，亚裔男就被赶来的警员击中，直挺挺地倒在了父亲面前。随后几人作为目击者再次来到了警局。当得知和这个游戏有关的幸存者还剩4个时，奥利威感到了非常诧异，明明现在只有他们3个还活着。直到警员拿出一张萨姆的照片，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网上那个女孩的朋友萨姆就是自己在酒吧结识的卡特。但为了不让警方介入，
奥利威谎称并不认识对方，随后假借喝水的理由将警员引走，再偷偷拍下了卡特的住址。离开警局后，众人立刻来到卡特家，见对方迟迟不肯开门，卢卡斯直接一脚将门踹开冲了进去。卡特见状本想反抗逃走，却被奥利威掏出了真理制服。接着三人又连夜将他带到教堂，在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后，奥利威将咒语递给卡特，逼迫他照着念上7遍。然而刚念出2句，教堂就开始剧烈晃动起来。紧接着卡特突然变脸，询问卢卡斯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为了把机会留给2个女孩，卢卡斯主动选择了大冒险，可恶灵的指令却是让她在奥利威和闺蜜间杀掉1人。面对这艰难的抉择，卢卡斯毅然决定牺牲自己，跟众人道别后就转身朝外面走去。与此同时，卡特也已经念完了7遍咒语，本以为就此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却没想到奥利威仍未放下手中的真理，下一秒就逼迫他用地上的匕首割掉自己的舌头，只要完成这最后一步，仪式便能生效。不料这时卢卡斯突然被恶灵附身，径直冲过来准备阻止2人。闺蜜见状立刻将他扑倒在地，可恶灵力大无穷，很快就挣开了束缚，接着又继续冲到卡特面前，用匕首将对方干掉后，自己也抹了脖子。见此情形，奥利威顿时心头一沉，始作俑者已经死去，但仪式却只完成了一半。而更糟糕的是，恶灵也在此时向闺蜜发起了游戏。就在这危急时刻，奥利威突然冒出个大胆的想法，她先是让闺蜜选择大冒险，等恶灵发布指令后却要她置之不理。果然如奥利威所料，这次的指令是让闺蜜朝她开枪，而对方拒绝后立刻就被恶灵附身，奥利威则趁机出手干扰，让他开枪击中自己的手臂，就这样成功的过了关。紧接着奥利威反客为主，抢先问恶灵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因为一旦被问到就必须参与游戏，对方没办法，只好选择真心话。 How do we get out of this game alive? Carter was the only one who could stop this. So now the game won't end until all the players are dead. Unless he finds some new friends to play with. 听到这，奥利威彻底绝望，难道2人注定要难逃此劫吗？随着恶灵的话在脑海中不断回响，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看似荒诞却又可行的办法。随即奥利威便掏出手机，将自己的经历发到了网上。然而在视频的结尾，他却问出了那个经典的问题。 I'm so sorry, but I have to ask you. Truth or dare? 电影以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为载体，将恐怖元素与人性考验相结合。当恶灵用死亡逼迫玩家袒露真相，实则是撕开了他们精心粉饰的假面。影片用惊悚的外壳包裹着残酷内核，或许人们逃避的不是恶灵的惩罚，而是直面内心的黑暗与欲望。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部作品见。